不知道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经常会有人分享他们的手机拍照出现这样的亮点、坏线，更夸张的是整个画面都花掉了。他们之中有的是带手机，还有相机去了演唱会，有的则更是离奇，只是在街上拍了一下照，手机就莫名其妙的坏掉了。这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那罪魁祸首很有可能是你看得见的，还有看不见的，叫做激光的东西。激光遍布我们生活的应用之中，有的我们看得见，比如导演手里的激光笔，工人施工的水平仪，夜晚的激光秀；还有的我们人眼看不见，因为它的波长并不在我们的可见光400到700纳米这个范围之内。那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各式各样的激光雷达。所以，如果想要记录下尽可能多的激光，我们就需要借助这种叫做全光谱相机的设备，来帮助我们看到可见光之外的世界。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探秘一下激光是如何摧毁我们的相机的。激光是由受激辐射产生的光，它的光谱非常窄，色彩很纯，有很高的亮度，并且它发射出来的光非常集中，不容易发散，能够传输很远的距离。那低功率激光通常用于传输信号，稍大功率的可以用来作为雷达还有灯光秀。那高功率的激光可以作为影院放映机的光源，甚至可以用来雕刻亚克力还有切割钢板。这些高功率的激光烧坏相机，那当然不在话下。你看这块 CMOS 和激光雕刻机打个照面，它直接变成这样。那话说回来，为什么让我们刚才看的舞台表演，还有探测距离这样的低功率激光，也能打坏我们的手机相机呢？那我们先来测测，在持续照射之下，可见光激光需要多大的功率可以破坏我们的相机？那经过测试，光功率2瓦的激光就有可能伤害感光元件，这只有2瓦，而我们影视灯动辄就是几百上千瓦。那为什么功率这么低的激光能够破坏这些影视灯，不会破坏它呢？那答案是因为普通光的照射范围是发散的，衰减的非常非常快，但是激光不一样，它的光束更集中，能量损失也小得多得多。我们如果只是拍到空气中的激光束，这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这只是空气中的散射，是极小一部分能量。那真正要警惕的是拍到激光发射器的源头，像这样。这时候激光经过光学镜组再聚焦，形成的光斑只有几个像素那么大，大部分能量全部集中在这么一个小点之中，这就足以破坏你的感光元件了。我们在演出里面经常看到的舞台激光，室内功率通常在5到20瓦，室外则需要10到25瓦。所以，即便激光器加上一字分散器，把能量分散到一条线上，功率密度仍然很高，你根本没有反应时间。有时候舞台上激光一扫过你的手机，那有可能你的感光元件就这样被破坏了。但是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也有很多人从来没有去过有舞台激光的地方，但他们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那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种可能打爆你手机 CMOS 的场景，那就是车载的激光雷达。激光雷达的工作原理是向一个方向发射脉冲型的激光，它的持续时间极短，是纳秒级别的。接收器检测到这个光打到物体后的反射时间，推断出障碍物到雷达的距离。那车载雷达为了测到更远的距离，就需要更大功率的激光发射器，它的瞬间峰值功率可以达到10瓦甚至更高。那相较于持续发射的激光，它的伤害性一定程度上可能更强。那么不仅没法直接看到这些光源，无从避起，并且雷达它时刻运转，扫向这横向的120度、纵向25度的一整片区域。那这个时候会不会有问题？我们找来了华为、OPPO、vivo、Apple、小米的手机，以及搭载了激光雷达的理想 L7、小米苏7、蔚来 ET5T 进行了测试。那测试中确保车辆激光雷达处于工作状态，在汽车正前方架设手机，让手机处于雷达的工作范围之内，距离雷达5米、2米以及极限的10厘米。手机后置的每个摄像头模组都拍摄1分钟的视频，来观察是否有坏点。那答案是，大部分激光雷达我们目前测下来都是安全的，因为它们用了905纳米波段的激光，这个是离可见光比较近的一个波段。普通的相机为了避免传感器对红外感光，会在传感器前面安装这样一块叫做红外截止滤镜的东西。这块滤镜它是能过滤了905纳米的这个电磁波的，并且滤镜比较结实，扛住了这些波的伤害。但在一些案例之中，有的监控摄像头它的夜视模式用了红外补光的方式，那这个时候 CMOS 没了红外截止滤镜的保护，就有可能被破坏。
但是未来的激光雷达这次我们测了以后，我们发现它采用了比较少见的1550纳米的波段，这个波长要更长一些，离可见光更远一些。CMOS 理论来说也不感光了，那红外截止滤镜保护不了那么远，并且由于它波段较长，相对不容易伤害眼睛，所以在安全标准之下，它的功率可以更大。但这个时候，对于手机来说，这激光的能量密度变得更高，也没有截止滤镜能够保护它，相机传感器就要直面它的能量。那在我们测试之中，10厘米这个最近的极限距离 ，iPhone 16 Pro 的主摄、小米14 Ultra 的超广核主摄、Find X7 还有 P60 的主摄都出现了损伤。我们为了做这个破坏性测试，打坏了总共2万块钱的手机，这个开销真的不低。如果你觉得有帮助的话，欢迎给我们点个赞。那光圈大、像素高的主摄，我们发现最容易被打坏。那其次是超广角，而手机的长焦则因为光圈较小、近距离无法对焦等原因，反而没有被破坏。那在我们测试中，手机距离雷达10厘米到1米这个区间之内，传感器都出现了坏点。那距离远了，激光雷达的点阵更稀疏，能量衰减了，也不容易被破坏了。那值得一提的是，镜头的焦点位置，我们发现特别重要。如果焦点不在激光束之上，激光的光斑在画面里模糊一片，能量密度比较低，你的手机就有可能逃过一劫。那如果恰好这时候你的手机很灵敏的对上焦了，像我们测试里这样，光斑达到了最小状态，那这个状态之下会有点离谱。不管你有没有打开这个相机 app， 甚至你手机不开机，只是这样拿着，激光照进去了，就有可能会有危险。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CMOS 在遇到这种能量密度特别高的激光的时候，就有可能会被破坏。但它们的症状不同，有时候只是单个像素的亮点或者暗点，有时候则会是一个线或者十字形的。那更离谱的是整块 CMOS 失效，这是为啥？我们来看一下 CMOS 的微观结构。最上方是像素的微透镜，它负责把这一格像素的光都聚集到这么一小块像素井这个感光的部分。那后面是色彩滤镜，那再往下才是像素隔离的这种小井，以及最下方的光电二极管，还有我们说的这个电介质层的东西。那最容易破坏的其实是最上方的微透镜，还有拜耳滤镜，因为它们本质上只是树脂，是通过蒸镀工艺流上去的小小的一层，在遇到如此强烈光线的时候，就是灭顶之灾，最先会被破坏。那对应位置的像素的颜色还有亮度都会产生偏差。那这时候你就有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亮点或者暗点，并且最关键的一点是，这样的破坏是没法修复的。如果出现损伤，你只能忍受这些坏点，要不就是换掉一整块传感器，这个代价非常的大。那激光的功率进一步增加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影响到光电二极管还有布线层，会影响整行还有整列的信号发生串扰。这时候这整条的亮纹也就产生了。那更严重的情况是什么？就有可能它让整个传感器的基板断裂，那这个时候整个传感器都懵逼了，就会失效了。所以说了这么多，那我们在日常拍摄演出还有日常生活之中，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免我的手机不因为这样的原因坏掉呢？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当你所在的位置你能够眼睛看到激光器，那就请不要拿出相机或者手机拍摄了。有的厂商也推出了防激光滤镜，那实测来看，它确实可以让破坏手机的激光变得没有伤害了，也能反射一部分的激光，也能衰减可见光波段的光。那它确实是有用的，但是光会损失一些。那我不知道你看到这里会不会有疑问，不管是舞台激光还是这些车载激光雷达，如果连相机都能瞬间破坏，那它真的对人无害吗？会不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这次也请到了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眼科主任李主任，请他来为我们讲解了一下。那么一般来说呢，一类激光是属于一个低功率的激光，也就是说对我们人眼来说呢，影响是非常非常小的。在这个激光要到达我们视网膜的感光细胞之前，它必须经过我们眼睛的其他组织。那么它可以对一些波长比较长的这样一些激光的成分呢进行一个吸收，所以说到我们视网膜上面的感光细胞的能量呢是非常低的。但即便如此呢，我们眼科医生还是建议大家，第一个要尽量减少一个激光的辐射暴露，第二个呢，如果说是对于一类来说呢，时间不要太长之外，还要注意一个入射角度，不要直射我们的眼睛。所以不管激光是否可见，即便它们符合安全标准，我们最好还是避免直视激光，毕竟我们的安全和视力是第一位的。那有朋友会问，我能不能够维权，假如我手机坏了？答案就是很多时候你会注意到这些演唱会那些会有一个免责声明，所以基本上你的手机被打到就是无权可为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规避这一点。如果你发现上面出现坏点，那真的非常不幸。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不给我们点赞、投币、转发，把这期视频分享给你爱去看演唱会还有拍演出的朋友们，保护好他们的相机还有手机。那么我们下次再见。